当发言人急速赶往白宫的时候，美利坚暗中出兵南极，并且虐待日本科考队员的新闻，已经登上了世界各国新闻的头版头条。这次的丑闻实在是有些过于惊世骇俗，所以全世界的关注程度高得离谱。以往美利坚也不是没对别人动过手，甚至很多时候手段比对日本科考队员还要狠毒。就比如当年闻名全球的关塔那摩监狱，非人道的事情多了去了，但与之相关的多次事件加起来，也不如这次事件的热度高。主要原因是这次情况实在太奇葩，日本可以说是美利坚最坚实的盟友和小弟，而且日本自身国力比美利坚在欧洲的老盟友英格兰还要强，比老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也要强，是美利坚小弟中的第一号人物，连他都被美利坚这般对待，属实令人大跌眼镜。更何况这次美利坚算是把战火烧到了地球上最后一个没被他们战火燃指的大洲——南极洲。从美利坚军队空降南极冰盖的那一刻起，美利坚的战争铁蹄算是踏遍了整个地球。正因为有这么多特殊的背景，才让这件事情的性质不断被提升到更严重的层面。路上，汽车开得飞快，但发言人此时的内心却无比焦灼。他等不及车辆赶到白宫，便开始跟自己的团队进行视频会议。会议接通，所有人此刻都在车里，而且很多人都还穿着居家的睡衣，看得出他们也都非常狼狈。发言人开口道 ：“OK， 现在我来梳理一下我们眼下面临的工作重点。第一，我们要尽快想办法在全球范围内公关，向所有报道这件事的媒体、自媒体平台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必须立刻停止对这件事情的一切报道，同时删除掉网络上的一切相关内容。”说完这些，发言人叹了口气：“我知道这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但我们也一定要拿出这个态度，并且把我们的态度成功传递给所有媒体和自媒体平台。这样一旦大统领追究起来，我们最起码在第一时间做了补救措施。”众人都纷纷表示同意。大家虽然都在高大上的白宫工作，但本质上也不过就是上班打工的牛马，所以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种时候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规避或者减轻自己的责任。出兵南极的决定不是他们这些幕僚和公关发言团队做出来的，所以本质上他们不需要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负任何责任，但他们负责公关和对外，所以他们需要为这件事情的后续走向负责。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放任这件事情的影响力不断发酵，那一定就是他们的失责。所以他们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做出最完善的应对，哪怕这些应对实际上起不到任何效果。这很像急诊室里面对已经脑死亡的患者，却还要尽可能做一轮抢救工作，给家属看的医护人员。虽然结果改变不了，但该做的也还是要做。紧接着，发言人又说道：“你们的工作一定要有留痕，联系过哪些平台，无论用什么方式联系的，都一定要留痕。发邮件的就把邮件信息打印出来，发短信的就将短信截图，打电话的就将电话录音。”众人立刻答应下来。发言人继续道：“我还有15分钟能到白宫，我们暂定在1小时之后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所以你们现在就通知所有驻华盛顿的记者，让他们在1小时之内赶到白宫新闻发言厅。我们用多出来的45分钟时间商讨一个最好的理由来解释视频里曝光的那些行为。”没问题。众人见他条理如此清晰且临危不乱，一个个都仿佛找到了主心骨。发言人这时又道：“立刻通知军方，让他们立刻指定一位负责人，在20分钟之后跟我们对接。在发布会开始之前，我们必须要知道军方下一步打算干什么，是立刻就能撤兵，还是要继续留在南极。另外，告知他们最好把锅都甩给日本人，无论是科考站的上级管理部门，还是国防部门，甚至内阁，不给他们任何拒绝的机会。”白宫的工作人员将电话打向军方的时候，军方此时也已经焦头烂额了。
派兵的行为是他们做出来的，虐待日本科考队员的行为又是他们派出的兵做出来的，所以他们才是此时此刻压力最大的。平时军方并不将白宫发言团队放在眼里，但现在这种时候，就算强大到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军，也只能当成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把一切都交给白宫发言团队去负责危机公关。在公关这件事上，白宫团队无疑是最专业的，他们给的建议也非常有参考价值，那就是尽可能的甩锅，强行甩也要甩。甩锅给谁呢？当然是甩锅给日本科考队员以及日本政府。于是他们立刻与日本文部科学省以及日本国防部门联系。在视频会议中，美军代表提出要求，我们将在1个小时之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到时候我们会向全世界解释发生在南极的这些事情，所以我需要你们来提供配合。文部科学省的负责人尴尬地问，曝光出来的是美军的行为，伤害的是我们的科考队员，这种事情需要我们怎么配合呢？美利坚军方负责人冷声道，你们必须要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你们的科考队员已经全部叛国，并且在南极洲非法开展大规模勘探行为。说罢，他又对日本国防部门的负责人说，至于你们，也要向全世界公开承认，是你们邀请我们美利坚军方出兵帮助你们评判，我们出兵的行为不针对南极大陆，只针对你们的科考队员，而且我们之所以虐待你们的科考队员，也是应你们的要求对你们叛国的科考队员进行突击审讯。日本国防部门的人尴尬又愤怒地说，先生，我们有请求你们帮我们评定叛国行为不假，我们可没有请求你们虐待我们的科考队员，你们如此对待我们的科考队员，还让我们替你们背这种锅，我们要如何向国内交代？军方负责人厉声呵斥道，混蛋，你们怎么交代我们不管，我只管我要如何交代。